诸位同学，孝心啊是仁慈心的根源所在，仁慈心的根源所在。我们现在一提到仁慈心啊，很多人会有一种障碍，他觉得我好像很难对别人关心。有没有人有这样的障碍？没有，难怪都能走上中医这一条路，一定都是对人有关怀啊，才会走这一条路。诸位同学，人生啊，起了一个善念之后，你就会得到非常多的帮助。因为天道无亲啊，常与善人。这句话有没有读过？这是老子的教诲啊，常与善人。那假如我们得不到很多人的帮助呢？那问题出在哪？是不是这一句经文有问题？诸位同学，我们学习圣贤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绝对要先检讨自己，不要检讨真理。很多人都检讨真理，不检讨自己，所以学问都一直退步，然后一边退步还一边骂，还怨天尤人，越骂越怎么样？越骂福分都折损掉了。这一句话是铁则真理。当我们得不到众人相助，是因为我们这一份善心不真切，善心里面夹杂自私自利，所以感应呢就有限。因为好的人啊，有道德的人，他接触我们的时候，很容易感受到我们的心诚不诚。大家吃的这一颗红枣啊，它是从山西运到了安徽，又从安徽坐飞机运到了北京，所以这一颗红枣啊，来历也不简单，做了可能快1000公里了哈，好像还不止。这一个朋友啊，他因为学习了圣贤教诲，听到我们一些老师讲课的碟啊，他觉得很好，他不只要自己学，他开始啊印了很多的光盘啊，送到很多学校去，希望这些学校都能学《弟子规》。送出去之后，大家的反响也很好。他就说啊，这么多人要学呢，那一定要去請一个老师来讲课才行。因为我们那个碟片上面是打海口孝廉中心，结果这一个朋友啊，他才20出头，他就从山西坐到了海口，他不知道海口在哪里，所以他到了车站就说：“请问海口怎么去？”然后先到广州，他就坐到广州。他说又去问说：“那海口怎么坐？”说要坐船，他才紧张起来说：“原来还要渡海呀！”他不知道要渡海。后来渡了海以后，到了海口啊，也是分不清东西南北啊。他就开始问，他在公车上就开始看哪一个人比较有礼貌，可能学过《弟子规》。看哪一个人懂得让座的，就这样。你看人有善愿啊，天必从之啊。他就在那个我们海口最大的公园叫万丽园，他就看到一个小女孩，举止非常有礼貌，他就跑过去问她，说：“你有没有读过《弟子规》？”他说：“有，我们老师有教我们。”他就当场啊用他的行动电话请那个小女孩拨给他的老师，他要问说：“你这本《弟子规》从哪里来？”后来就这样问到了我们中心，然后就在我们中心呢学习了一段时间。今年的过年我们初4、初12在安徽庐江也办了3场的讲座这一位朋友也去了，又带着这些红枣来。所以你看大家都是有缘人，所以吃了红枣以后就有责任要弘扬中国文化。吃人家的嘴软，而且我们要感受得到你看一个年轻人20出头，闻到了好的教诲，他心想的不是自己，心想着是他当地的人民们。有这样的心量，必感得众人的相助。我这一生在还没闻圣贤教诲以前常常活在患得患失中。看别人考试考得好呢，心里也蛮嫉妒的。你们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的这样我比较安慰一点。因为心量狭窄人生就会越走越多的障碍。因为你不能宽以待人，你当然人家也不会对你宽容，所以这是必然的。所谓福田靠心根人生的福分确实都是在这一颗纯心当中。那诸位同学，我们要行医要立志，
行医啊也要立命。志不立啊，天下无可成之事。没有立定志向的人，每天都是悠悠放任，走一步算一步，那个是在糟蹋自己的生命。糟蹋自己的生命，也是在糟蹋父母，糟蹋一切爱护你的人的那一颗善心。这人生一定要立定好志向。那诸位同学，你们的志向是什么？好，志向要立高远一点。好，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哦；取法乎中啊，得乎其下；取法乎下呢，什么都没有。所以当现在我们说，假如我大学毕业哦，有个工作做就不错了啦，那你一定会是什么下场？我没说，你们自己说的。志向要高远，你才能够赶来众人的相助。因为啊，真正有善心，想要在医学方面去利益大众的人太多太多了。你这一份善心发出来了，就会跟这些人结上缘呐。所以缘最重要的是用心感招来。人感是你这一颗心，所感是你遇到的一切人事物。这个很重要哦。所以《易经》告诉我们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我们今天所赶来的朋友，根源在哪？在我们自己的人生态度。喜欢喝酒的人赶来的是什么朋友？喜欢打麻将的人，有麻将朋友吗？是啊，我们时时念着要提升自己的医术，来救死扶伤，你一定会赶来很多志同道合，甚至赶来很多要把一生学问、一生的这个医术传承下来的好老师。我对这个有十足的信心。因为我当初在读初中、高中的时候，以至于读大学我的语文程度是很差的。差到什么程度呢？差到有一题考试是老气一横春，二横夏，三横秋，四横冬，选不出来。你们知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不要回答的这么快，因为这样会伤到一个人的心。我们刚刚才讲仁爱很重要，说得轻描就成。你们要想一下，我就觉得舒服一点，我们程度不会差太多。所以诸位同学，我们要把人生的真相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印证。你一印证你的信心十足，你这一份信心就会带动一切人对真理的信心。你看我初中程度这么差，考试的时候考了5科，扣了88分，语文1科就扣了44分，刚好一半。上了高中了，国文课，突然我的老师很生气，叫着我的名字说：“你给我站起来！你假如上我的国文课还打瞌睡我就记你旷课。”其实人生有时候很无奈，因为心事无人知。我的老师不知道我已经用2颗牙签把我的眼皮撑起来，但是他还是垂下来了。为什么？他没有把圣贤人那一份气概告诉我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它背起来，期中考会考2分。你看那一股正气怎么上来？上不来所以其实我是有文天祥的气概的，大家知不知道？是不是？是应该有民胞物语的一种涵养才对是应该可以效法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结果呢都没有开显这个毅力，我们就活在考试当中，心量狭窄，跟同学在那里比来比去。后来我大学联考这祸不单行，考了59分，还是没及格。所以我常常在想，假如我的老师突然有一天看电视，这个人怎么那么面熟？这个是不是？这个是弘扬中国文化的节目是不是？看了一下说：“哈，
我的学生他可能会从椅子上面跌下来。当初他摇头在那里啊，程度真差的学生居然在弘扬中国梦。所以诸位同学，人的潜力啊无穷的大，只要你有一份愿力，有一份仁爱心要利益他人，你那一个明德啊，具有的智慧、德能、福分，就会完全的彰显开来。我们看古代的读书人啊，懂多少东西啊？不止啊，四书五经这些圣贤教诲懂啊，他医理懂不懂？命理懂不懂？地理懂不懂？都懂啊。而这一些道德学问从哪里出来的？根源在哪里？君子务本啊，本立而道生。他们一生为什么能够在这么多领域当中都有这么高深的见地？根源于他的孝心，他的仁慈之心。许晋一生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成就？根源在啊，他对病人有仁爱心啊，他对他的老师有至诚恭敬的心。有了这几颗心啊，他的整个学医啊，成长的速度啊，就相当的快。好，那他在进京赶考当中啊，遇到了一件事情，刚好一个村落的人啊，生了病，这个病患相当的多啊。但因为他们要赶着去考试啊，假如耽搁了，可能就没有办法考。那本来是几位要去赶考的人啊，一起在治疗这些病人，但后来因为来就医的人太多了，其他的朋友都觉得一定赶不上考试了，都纷纷离开了。只有他坚持在那里治疗病人4天4夜。后来啊，感动了当地的人民官员啊，还派马送他去。结果到的时候啊，没有赶上。诸位同学，遗不遗憾？不遗憾。人生啊，不要在一件事情上患得患失。人生该你的福分啊，跑都跑不掉啊。但是假如我们时时在很多情境当中患得患失，怨天尤人，福分会怎么样？越来越耗损。所以虽然他没有考上，其实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啊。因为他的医术啊还不是很高啊，还没得到他老师的真传。结果因为他照顾了这么多的病人，他的老师非常感动啊，原谅了他以前的过失，又让他跟在身边，才真正成就了他的医术。假如他进京赶考了，反而没有真实的医术，他的人生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贡献。所以诸位同学，当你起的是至诚为人的善心的时候，你的人生啊，没有一件事是坏事啊，都是好事啊。好，这个道理啊，也要让大家透过你人生啊，慢慢去感悟。那时候我的语文程度啊不好，那因为我去参加考试啊，当小学老师，在当小学老师的过程，感受到啊，孩子做人做事的态度啊，快速在下堕。我就开始啊，教他们读中国的经典。那我也自己啊在学习。好，因为教学生啊自己都不懂啊，这样也很说不过去。那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就感受到啊自己相当不足之处，所以我就辞掉工作。诸位同学，有舍才什么？会有得啊！假如我继续抱着这个饭碗，那我的人生就不可能走到这一条路上来。所以舍得啊，要能舍才能得。把一个终身啊有保障的工作啊，我把它辞了，就到澳洲去学习。那我们的念头里啊，就是希望能够遇到好的国学老师来教导我们。确实啊，这一份心真切了，好的老师就到你的面前。我在澳洲学习的时候啊，杨淑芬老师就坐在台上讲解德育故事。这德育故事是中国几千年来啊700多个圣贤人他们德行演出来的历史。那这些故事啊，分成8个纲领，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不止啊，杨老师指导我，我的身旁啊也有一位长者啊，非常提携我。他姓卢啊，我都叫他卢叔叔。他曾经啊担任雅马哈的总裁，底下的员工啊8万人。诸位同学，希不希望这样的长辈指导你？那怎么办？是不是赶快花点钱去攀关系？花钱攀的都攀不到真正好的姻缘。所以俗话讲啊，以利交者，利尽而交疏。以势交者，势近势亲而交绝；以色交者，花落而爱语；以道交者，以仁义之心来与人交往，天荒而地老。所以人生的规划，首先从我们这一念心开始修正起。所以当我们这一念心出来的时候啊，人生整个所遇到的因缘，所遇到的朋友、老师啊，变化非常的快速。所以经由这几位长辈的指导，我们省去了很多摸索冤枉路。所以就在澳洲待了半年，之后又回台湾半年。而我在台湾那一段时间，刚好啊就有机会到台中去。那台中是中国文化讲学啊最兴盛的地方，已经讲学啊持续了，是从49年那时候就开始讲了，都没有断过啊，已经讲了50多年。那在讲学的老师当中啊，有一位老师叫徐醒明老师，他已经将近80岁了，老人家非常慈祥啊。那刚好啊，我有心要学儒学，结果这个老人家很高兴啊，他说一个30来岁的人，要学儒学啊，很少见。结果那时候我回到高雄去啊，隔天我就开车上台中去，去拜见这几位长者。结果去的时候啊，他们刚好吃完饭，那我一进去啊，这位老师啊就一直啊盯着我看，然后很关心我几岁啦，家在哪，就一直问。其实啊，他们时时都想着要把好的中国文化承传下去，但现在受教的人太少了。所以相同的体会到中国医术的精髓的长者啊，他一定时刻想着呢，我有责任把这么好的东西传下去，但是就怕没有肯学的晚辈。所以今天我们走在弘扬中国文化的路啊，能够印证到自己的善心可以赶来善人的指导。相同的诸位同学，今天能够在中医的领域上啊，一定也能透过自己的愿心，赶来很多的好老师跟同学来指导，来协助我们。所以今天一定要有这个志向，我们往后的人生才能够很充实。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现在是地球村，所以应该有关怀整个地球的一个态度。而现在的医学什么占上风啊？西医。好，那医院啊，医术是越来越怎么样？是不是高明？原则上现在都是这么讲，医术越来越高明哈。但是医院越开怎么样？越多。所以代表医术有没有越来越高明？
那这个是有待商榷的一个答案啊。好，那医院越盖越多啊，也代表现在人生病的情况啊越来越严重。所以西方的思维啊，它走的是一种症状解，而中医啊，它是含摄在中国文化里面啊，时时都在找到根本问题，都是根本解决问题。所以唯有这样的思维，才能让整个地球的人类啊往健康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的视野啊，是要把这么好的学问传到世界去。所以读书人啊，要有一个态度。事先弃事，而后闻义。读书人首先呢，要有恢宏的气度，广大的心胸，还有深远的见识。然后再来学习啊这些技能跟知识。假如首先没有气势，首先没有德行，那学问那个技能越好啊，很可能人生会跌得更惨。在台湾，所有啊考大学里面最热门的一个科系啊是医学院。那这么多人他考试目标是医学院，他的动机是什么？是什么？是赚钱呐。其实从这里来看，他时时都想着要赚钱，他的医术能不能很高？不能啊。他每一次在看病人的时候，还在那里想说，希望他下次再来。是啊，现在的医院里面还讲营业额啊。今年的营业额目标是10亿、30亿，这些都与从事医学啊的态度啊，已经是有违背了。所以当医生无德的时候，病人会怎么样？内心会相当的恐慌。所以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技能，它都必须要建立在德行的基础之上。好像我们当老师，教书的技巧啊是其次啊，有一份爱学生的心才是根本所在。好，不然，假如老师都重视赚钱、金钱，常常都补习，好，那个没有到我们家补习的呢，就对他比较严苛，比较不关心。那这个老师啊，不止没有帮助学生啊，还是误人子弟啊。所以医生无德，老师无德啊，都会造成社会的整个人心不安啊。所以我们从事医学，要效法很多成功的医生那一份仁爱心。在去年呢，国家先进科技奖有一个得主啊，叫吴孟超先生，他得到了这一个科技奖。他已经83岁了。那他是研究肝胆科，相当的高超。那他为什么能对医学啊、对客户啊这么样的下苦功？其实他的根源啊，跟我们刚刚提到的仁爱之心根植于孝悌的德行。他对于他的老师啊非常有孝心。我们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的老师已经90岁了，只要他的老师到了上海啊，他一定亲自到机场去接老师，而且都是要帮老师开门、关门，扶着老师，然后每一个礼拜固定打一通电话问候老师跟师母。有这一份孝心，就有那延伸出那一份仁爱之心。那当他得到这个科技奖，就有一个他的病患打了一通电话给报社，说我曾经去就医给吴孟超医师看病，
好，那时候他是肝疑似肿瘤，已经看了好几家医院了，然后结论都不一样，他的心非常的惶恐。所以我们从事医学的人，要能时时能感受到病人内在的那一份恐惧，我们能体会到他的苦就能够用爱心去帮助他、照顾他。而且一个人生病了，是不是一个人惶恐是什么？整个家庭。好，这个我就很有感受了，因为我从小的体质也不是很好。好，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去看病每一次回来拿2个礼拜的药，那一包药都是这么大，都是扛着好像一个布袋一样但是呢，每一次看病的心境就是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很想信任医师，但是又很恐惧吃了以后又没效。那个看病是看了好多家到最后都没信心了。所以一个好的医师真正能够让多少的家庭心安，甚至让多少的家庭免于丧失亲人的痛苦那一位年轻人他就去找吴医师。当他到了医院看到了吴医师，吴医师第一句话告诉他，他说：“对不起让你久等。”这一个年轻人心已经很恐慌了。一听到吴医师这一句话，很感动因为吴医师是80多岁的老人家，他不由自主太感动了，双脚就跪下来，然后很紧张的告诉他说：“我已经检查过好几家医院了，都不确定我是不是得到肝癌请您帮我好好看一下。”接着吴医师就告诉他，不要紧张，纵使得了肝癌也不怕，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患者现在都很健康也过得很好。先安慰他，然后告诉他，明天8点你来照检测，看看病情的情况。隔天这年轻人来了，8点准时来吴医师已经在那里等他了。结果检查出来，他并不是得肝癌是肝血管出了毛病。所以吴医师告诉他，你这个只要好好调养3个月，病情就应该会好转。所以告诉他先回去调养。结果3个月之后这一个病人接到了一通电话，是吴医师亲自打给他的。这个年轻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真正遇到这么好的医师，他说他这一辈子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的医师。诸位同学，当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病患都是给予他生命感受到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医师，那我们将改变多少人的生命？他会对人之初性本善重拾深刻的信心。一年过去了，这个患者又接到了吴医师的助理打过去的电话，也是在关心他。这2通电话会不会让医院多赚1块钱会不会？不会但是事实上呢，真正爱护病人，一定是赢得所有人的支持，所有人的信任，这样的事业才能做得长久。那现在短视尽力了，都赚一点钱，把医德都损掉了，到头来医院一定会败上下去。所以很多去给吴医师看过的病人都很熟悉他的标准动作。他一看到病患首先就先检查，把他的脚拉，他的裤脚拉起来，先按按他的脚有没有水肿，因为有肝病的比较严重的可能会水肿现象出来，先观察他的病情，一边询问，一边看一边又关心他的家庭状况，家里有多少人，家庭情况如何，跟他寒暄问暖，然后还会亲手去摸他的额头，
看看有没有发烧，因为他接触的都是肝胆的病患，很多黄疸病人啊，怕会传染，但是啊，他都没有去嫌弃病人，都很自然的去摸摸他们的体温。他这一个动作做得如此自然啊，因为这一些病患呢，他长期患病啊，都感觉到啊，连亲人看到他都会怎么样，都会有那种恐惧心啊，而这个医师却视他如亲人一般的关怀照顾啊，所以那个动作做下去的时候啊，病人都感动得止不住泪水。然后把他的情况看完以后啊，会很自然的把他的被子啊，把它盖好，然后把病患的拖鞋啊，放到他下来刚好可以穿好的位置上。所以吴医师那一份时时体恤病人的心，已经让病人啊，对于治疗好疾病啊，有很深的信心。所以我们从吴医师的人生这种态度啊，他对老师，他对长者啊，非常的恭敬，有那一份孝心。他的老师也是肝胆方面的专家。好，有一次啊，军方颁给他一个大奖啊，他请了他的老师啊来到现场。90岁的老人家啊，进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穿军服啊，只有一个人穿着平常的衣服，就是他的老师。当与会主办的人啊介绍说啊，这一位老人家就是吴医师的老师啊，全场响起一片掌声。这个老人家很感动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光荣啊，我有这样的学生，感到无限的光荣。”我们的一生啊，要让很多的人得到利益啊，也要让我们的父母、老师啊，感受到啊，养我们这样的孩子，教我们这样的学生啊，相当有意义啊，觉得没有白费。而这个吴医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德不尽佛者，不可为医啊。”这也点出来，从医者啊，最根本的一定要有德行啊，有德行，这个就是啊，要有恢宏的气度。以及深远的事件。好，今天医术啊，一定是博览众长，互相切磋啊，才能进步得快。假如我们学的东西啊，都不愿意去告诉别人啊，那这一生的医术啊不会提升，因为有一个事实啊，叫法不思得聪明智慧。我们人生啊，常常希求好的结果，有果必有因啊。要种好因才会结好果。当我们希求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能提高，那个求是求不到的。像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啊，心量比较小，所以智慧也都开不了。后来了解到这一个真相，这个法可以是你的经验，可以是你领会到的人生真理，这个都属于这个范围。那后来我自己啊，决定要走教育的路，上了补习班。那按照以前来讲啊，在补习班里面的补习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什么？都是对手。而且那个时候是100个人里面啊，只能考到7个到8个。而且我们考试的人当中啊，很多是研究生，还有博士生。我只有大学毕业。竞争也很激烈啊。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了圣教了，了解到啊，要多积阴德啊，人生才能够有福分，然后要多去告诉别人啊，你的智慧才能开显出来。所以只要同学有不会的呢，我们会尽力啊去教导他。有一次啊，刚好有一个朋友问我问题啊，问了应该有1个多小时。那他离开以后啊，我一位比较熟的同学就过来啊跟我说，他说你还要不要读书啊？他都不认真读书，你就别管他了，还教他教1个多小时。结果我就笑一笑啊，跟他讲，说看起来好像啊我在帮助他，事实上啊谁受益最大？自己受益最大，因为啊我从算一个题目的定位啊提升到要教会别人会算题目，所以我们对这一个题目的理解是站在一个老师的角度，而不是一个算题学生的状态。所以当我们越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啊，我们自己的提升越多。所以后来我参加了连续3年的考试，数学这一科啊，在这3年过程我没有时间读啊，因为我还代课啊，都很紧凑。但是考试的成绩啊都没有下滑。第一次考了88分，好，第2次考90分，第3年考88，没什么算啊，但是水平都没有降下来。因为啊，我们去教别人的时候，定位都是如何教人，那个整个逻辑思维啊都提升上来。所以法布施啊的聪明智慧，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啊，要慷慨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当我们的同学，当我们同业都能够有更好的医术，才能真正啊利益生病的病患。所以这一个气宇要怎么样？要大。